Hello， 我是大叔。還記得今年出英雄聯盟2024賽季規劃時，遊戲總監 Rare Populace 曾說過，2025年英雄聯盟將永遠改變。這句話對每位老玩家來說充滿了期待，就像當初英雄聯盟 MMORPG 一樣，期待體驗有趣不同的玩法，並在符文大地自由地穿梭於各種截然不同的城市。然而，計劃似乎並不如預期那樣順利。首席制作師鬼蟹因為家庭原因需要陪伴家人，加上理念上也不同，去年離開了拳頭。去年11月，鬼蟹在推特上宣布了他的新 MMO， 但這次並非 Red 的 MMO， 而是屬於他新工作室的新的 MMO。今年3月，突然很多玩家開始擔心，是不是英雄聯盟 MMORPG 已經死了 ？Red 創辦人 Mark Merrill（A.K.A. Tryndamere）， 沒錯，他就是泰達米爾名稱的原型。他在推特上發文表示，我們知道許多玩家迫切想了解 MMORPG 的最新進展，真的很感謝大家的耐心和支持。在大家恐慌之前，先告訴你們，我們還在開發這款遊戲。經過很多次的討論，我們決定重設項目的方向。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但卻是必要的。最初的構想並沒有與現有遊戲有足夠的區別。我們相信各位並不想一款只是披上符文大地外衣的傳統 MMO。為了真正發揮符文大地的潛力，並滿足全球玩家極高的期待，我們需要創造一個真正讓人感受到這個類型重大演進的遊戲。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我們由熱愛 MMO 的玩家和經驗豐富的遊戲開發專家組成的團隊，對此充滿極大的熱情和動力。隨着這個新方向，我很高興向大家介紹 Fabricio 成為這款 MMO 的新任執行制作人。他作為玩家經驗以及對創造沉浸式世界的熱情非常出色。他曾在 Rare、BioWare 和 EA 領導大型項目。重新我們的開發路線也意味着我們將消失一段時間，可能會持續數年。這段承接時間能夠為團隊提供專注於前方龐大工作所需的空間。我們理解大家對新消息的興奮與期待，但我們請求大家在這段沉默期內給予信任。請記住，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這代表我們正在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努力創造一款我們希望大家會喜愛的遊戲。Reddit 網友們的反應是，2023年發布的 MMO 笑話可能不再是笑話，這從來就不是個笑話。你不會在一時之間開發出一款 MMO。在角色戰鬥類型的 MMO 中，真的經得起時間考驗並長期保持極高人氣的遊戲只有2款：英雄聯盟和特戰英豪。都毫不掩飾地Rare對熱門遊戲的詮釋，我認為這正是大家所期望的。這句話的意思是，鬼蟹想要把它做成帶有英雄聯盟風格的魔獸世界，這並不令人驚訝。儘管很多玩家，包括我自己，都希望玩到。好笑的是，其實這正是我一直想要的。我想玩。剛好最近世界決賽時 ，Mark Merrill 在 K-Draw 的直播中又再次被問到 MMO 的進度，他表示正在努力的開發中。The chat, I was like, do you guys have any questions for Mark Merrill? Anything? And the whole chat was spamming MMO. I'm not going to question you anything, but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 say about it at all? Yeah, well, we're working hard on it. Yeah, you know, it's the project I spend personally the most amount of time on. But yes, I really think the team has a great direction now and is making a lot of momentum. And you know, it's something where we know the expectations that we have, and we're gonna really try not to disappoint. Oh hell yeah, bro! We're all so excited for the. 你們想玩到一款披着英雄聯盟外衣的魔獸世界嗎？還是跟 Tryndamere 一樣想玩到截然不同的 MMO 呢？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們的看法。說說我的想法吧。Rare 的目標是想創造一款不僅吸引魔獸世界的玩家，還能吸引更大更廣闊的玩家群體。這是一個非常宏大又創新的目標，但同時也有相對程度的風險，因為這意味着拳頭想要開創一種全新的遊戲玩法，沒有先例可循。那麼如何保證遊戲一推出就會受到玩家的歡迎呢？英雄聯盟的起源是 Dota， 很多擅長三國 MOBA 的玩家都知道 ，Dota 才是 MOBA 的始祖。後來所有 MOBA 遊戲都在某種程度上借鑑了它。瓦羅蘭則是在 CS 中汲取了靈感，加上了角色技能的設計。其實早在2003年 ，CS 1.6 就已經有了設計遊戲模組和插件，讓玩家能夠在遊戲中飛天遁地打僵屍，甚至能玩到七龍珠。不過 ESF 七龍珠最先在戰力系統出現，然而 CS 也能玩到 ESF 七龍珠，原因主要是因為兩者使用相同的遊戲引擎 GOSYS， 而 CS 本身就是一款基於戰力時空的模組，後來才發展成獨立遊戲。Rare 最熱門的英雄聯盟瓦羅蘭，其實都在這些基礎上加上獨特的特色系統和設計。
譬如英雄聯盟的天賦和符文系統，在經過多次改版後，每次都帶來不同的遊戲體驗。甚至像 AIM 拳頭也不是創始者，英雄聯盟每服 S1時，一群玩家在自定房玩玩而已，沒想到 S2 就成為常駐模式，足夠玩家玩上大半輩子了。偶然雖然基本上套上模組的 CS 也能實現，但卻有不同角色技能克制的關係。就像英雄聯盟的康特角一樣，可以用角色特性去彌補玩家準度的問題。在戰術上也有很多的變化，這些設計讓遊戲門檻降低，玩家更容易上手，自然能捕獲許多玩家青睞。如果英雄聯盟 MMO 就像拳頭們說的會是全新玩法，那麼確實需要大量時間來打磨。像暴雪魔獸世界那樣10年磨一劍，現在卻是大部分玩家的冷飯王。看來那集美鬥爭2天賦數 PVE 玩法取消，耍了暴雪忠實老粉一頓，目前仍是 Steam 負評排行榜前幾名。說好的重置魔獸3確實做出來了，但國產重置動畫卻隨便交差，端出來的卻是一碗大變味的咖喱飯，更何況還是人的。從魔獸3淬煉重生後，連玩家使用地圖編輯器犧牲休息娛樂時間，費心做出來的地圖所有權都是歸暴雪公司，惹怒的不少作圖的玩家。剛好最近暴雪慶祝魔獸30周年，決定重振魔獸爭霸1、2代，連人人喊打的魔獸爭霸3淬煉重生還能出 2.0 的更新，淬煉重生還能在 2.0， 那我還真希望有個魔獸爭霸3淬煉重生 2.0 重置版。其實魔獸的名称中翻一直有毒，居然把 remaster 翻成重置。Remaster 的原意是復刻移植，基本上遊戲內容不會修改新增，因為翻譯而照會真的多少要負點責任。人家卡普空雖然也是炒冷飯，但有些還真的色香味俱全。暴雪炒冷飯卻硬要加入三色豆，還是冷凍的三色豆，就因為它的價格低廉，主打賣情懷，把玩家當盤子削。經過暴雪這些爛事，讓許多玩家有 PTSD 的感受，擔心是不是又要發生一樣的事，才對 Riot 的新計劃感到擔憂。因為喜歡他、熱愛他的人對他有更高的期待。大家都希望有生之年能玩到屬於英雄聯盟的 MMO， 並且這款遊戲能顛覆改寫遊戲圈。就像泰達米爾說的 ：“No news is good news。”上次英雄聯盟的最大更新是2015年的地圖大翻新，距今已經9年前了，是不是覺得時間過得很快？對許多玩家而言，英雄聯盟已經成為人生的一部分。多年來的玩家都懷着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因為很多玩家都感受到英雄聯盟目前最大的困境，其實不是外掛而已玩家演員，這些問題從遊戲一開始就存在，只是多和少的差別。事實上，沒有新玩家的加入，會讓這些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檢舉督促的人變少了，惡意玩家沒有受到懲罰，反而會變本加厲。檢舉系統的有效性並非問題本身，而是基數的問題。假設在同樣的情況下 ，1萬名正常玩家與100名惡意玩家，比1000名正常玩家與10名惡意玩家，你們覺得哪個更容易檢舉成功？根據現在的大數據檢舉系統，當玩家人數越多，系統判斷的準確性也會提升。這樣一來，能夠收集到更多數據，增加檢舉樣本數，使系統能夠更精準地識別惡意玩家。更重要的是，當正常玩家數量減少，同時惡意玩家數量增多時，惡意檢舉可能會讓正常玩家被系統誤判。你可能會問，拳頭為什麼不全給人工審核啊？因為玩家數量遠遠超過公司員工的數量。根據 eSport Chart 數據來初算，僅今年世界賽在 YouTube、Twitch 其他平台觀看流量總數達到694萬次。假設看比賽的觀眾有一半不玩英雄聯盟，就有350萬名玩家。其實是拳頭公司加上各分部都不可能達到這麼多人。再看看沃爾瑪，它是全球擁有最多員工的公司，員工數量為230萬，但依然無法應對如此龐大的規模。這還沒算上中國平台的觀眾數量，以及幾個人一起觀看比賽，或是只看重播或精華的情況，玩家一天打幾把遊戲，因此依賴人工審核是非常不現實的。所以我才說，當玩家人數變少，而以玩家基數相對也會成長，老玩家就會不斷流失。每款遊戲最終都會讓人感到厭倦，隨着每年遊戲不斷推陳出新，玩家不會只玩一款遊戲，會去嘗試其他遊戲，玩膩後再回來玩2把英雄聯盟。然而一回來就有感受到遊戲中的玩家惡意，然後又去玩別款遊戲，如此反覆，期盼着英雄聯盟哪一天能有所不同，卻總是失望，期望與失望不斷重演。有些人可能會說，為什麼不乾脆退坑英雄聯盟？
但對他們來說，英雄聯盟帶來的競技刺激的快感是其他遊戲無法比擬的。目前確實除了 Dota 2外，沒有其他遊戲能夠撼動英雄聯盟的 MOBA 地位。但我仍希望它能夠有所改變。數年前一句話深深印在我心中，那就是新生代玩家說：“英雄聯盟不就是抄襲傳說對決的遊戲嗎？”這句話透露了很多訊息。新一代的玩家幾乎不再接觸電腦，手機已經成為他們主要的娛樂工具。可能也正是傳說對決王者榮耀的成功，才讓英雄聯盟的團隊這麼想出英雄聯盟的手機版激鬥峽谷。雖然最終激鬥峽谷如期上市，但可惜的是，兩款遊戲發行時間差距有4年，加上傳說對決簡單又暴力玩法，早已讓手遊玩家對 MOBA 類手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響。激鬥峽谷太追求原作的設定，難度提升反而讓玩家打退堂鼓。當我聽到新生代玩家說傳說對決才是原作，我意識到玩家逐漸老去，而英雄聯盟也在走向衰退。我期待着一次變革，能夠吸引流失的玩家，甚至像黑悟空一樣破圈，吸引更多從未接觸過英雄聯盟的玩家。很明顯的，奧術的成功的確吸引不同族群的目光。2025年英雄聯盟將永遠改變，這句話正是許多玩家期望的契機。當時不少玩家在猜，難道英雄聯盟終於要進行革新，採用新的遊戲引擎嗎？會不會是英雄聯盟2？很可惜，這一次的期待恐怕又要讓玩家失望了。上個月 Reddit 有一篇文提到，美國知名主播 Monte Cristo 爆料，激鬥峽谷擁有更好的遊戲引擎。因此 Rare 曾經計劃在2025年對英雄聯盟的遊戲引擎進行全面更新，甚至到了在 Rare 總部內部演示的階段。Monty 推測這就是那句著名的2025年將永遠改變英雄聯盟的意思。Monty 在 Summoning Insight 節目中提到這件事。Monty 也提到他不確定這個計劃是否已經被取消，但他推測可能已經取消，或因技術問題或人手不足而被無限延期。他認為這就是為什麼 Red Mandler 後來收回2025年將永遠改變英雄聯盟的說法，並表示這句話有些誇大。Red Mandler 很明確地表示，像遊戲引擎這麼大的更新不會在2025年發生。Monte Cristo 曾擔任 LCK 多場賽事的主播，所以這消息的可信度相當高。Reddit 網友的反應：真可惜，要是能看到一個完全現代化、運行流暢且穩定的英雄聯盟，一定會非常令人興奮。人手不足肯定是天大的笑話，笑死！不幸的是，需要再出幾個3位價格的造型來接住這樣的項目了。很明顯，他們已經取消了這個計劃。為什麼先宣布一件大事，然後又夾着尾巴收回去呢？這真的讓人難過。我可以理解，但還是覺得可惜。對一款有15年歷史的遊戲，我真心希望能看到它使用新的引擎。他們100%正在開發更新的引擎。我不相信Valorant會轉向虛幻引擎5，而英雄聯盟卻沒有進行升級。像 Smite 正在虛幻引擎5重置為 Smite 2。我認為英雄聯盟的虛幻引擎5客戶端和引擎正在開發中，但可能要等到2025年之後。他們看到 Smite 2推出後，由於沒有包含所有造型和角色而引發的負面評論，因此決定確保遊戲功能正常運行，並且造型能夠順應轉移。再加上 Mark Mero 的說法，他們可能會把這個稱為英雄聯盟全面進化，也許要等到2026年，但誰知道呢？總是可以做個夢。看到這裡，你們還抱有英雄聯盟換新引擎的期待嗎？還是覺得英雄聯盟維持目前就好呢？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們的看法。其實，在 S3 末改版時，我就有說過，英雄聯盟換新引擎是早晚的事。從2009年10月發布到現在，算一算也有15年。英雄聯盟是由 C++ 來開發，用舊引擎開發會帶來很多困擾。當新英雄有新的技能機制或新模式時，用原本的程式碼邏輯編寫，勢必會與原本的設計有衝突。由於程式碼老舊且缺乏維護整理，當程式產生 bug 時，往往會引發連鎖反應，導致更多錯誤。就像當初威爾哥剛上線，被動產生了很多 bug， 還不說以往的各種奇葩 bug， 種種跡象就像在告訴我們，告訴拳頭，它已經快不行了。當未來新英雄會越來越多，舊引擎的負擔也會越加沉重。英雄聯盟舊有的程式碼架構，不僅增加了遊戲成本的 debug 時間成本，創造新機制時也會遇到困難，只能在原本的技能組上進行調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看到很多英雄聯盟技能機制相似的原因，就是為了避免程式產生一連串的問題。如果有朝一日英雄聯盟真的換了新引擎，推出英雄聯盟2，那時修復 bug 或者搞藍攻方鏡像就會比原本容易許多。
改善地形高低視角的問題也會變得更簡單。更多新的技能機制和新的模式也有機會實現。但換新的遊戲引擎也不是件容易事，幾乎是打掉重做的程度了。所以明年要展出英雄聯盟2是不可能的。最後私心期望，如果英雄聯盟2真的出了，拳頭能推出一款地圖編輯器，讓玩家制作出不同的遊戲玩法，然後地圖創作者能根據地圖本身的售價或販賣付費道具獲得一些抽成，就像魔獸爭霸的官方對戰平台一樣。如果能創造出受歡迎的地圖，還有機會像自走棋一樣發展成一款獨立遊戲，但千萬不要走上暴雪的後尘。好啦，以上就是我对英雄聯盟的期盼。如果你喜歡這類的影片，歡迎點個讚，分享給還不知道的朋友們，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我是大叔，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